我相信你们是不是看到那个马赛克看到很烦？因为那个德波嘞没有 Air Pipe。今天啦我就正式跟你们讲这个我的安瑟新车，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 我是 Hiwei。其实这一辆安瑟2001年的车子，它是安瑟1.8 GLI， 上面是写Auto Pre， 很明显这个已经不是 Auto 了啦。为什么当初我会买它呢？是因为看到它外面就可以看到 Intercooler 在外面了，Intercooler 就有 Turbo 这个是真的有 Turbo， 我才会买它的。除了它有 Turbo， 它的 Engine 其实也是换过了的，它不是这个什么 7M Engine， 因为那个 7M Pre 这个车漆很特别，它是 Matte Black， 很多人都讲哇，你的 wrap 上去很好看其实不是 wrap， 它真的是喷上去的颜色。这个沙龙 Grill Chrome 变黑色了，这个前车主已经处理了啦，所以前车主我敢肯定是一个年轻人这个车头灯看过去很普通，是不是？其实一点也不普通，我打开车头灯你们就知道了。因为这种车灯它原装它就是没有 projector 的啦，这个 projector 是那个大灯切开来，然后他们自己 DIY 改上去的 projector， 还有这个好像 daylight 这样的一个圈，这样一个 eye 吧，有些人讲很明显左边这一边已经是蒙掉了的啦，因为这个已经改了很久日晒雨淋 plastic 久了都会蒙掉啦。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发现你看它打 signal 的时候这边是有一个流水灯的，它改上去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看起来很旧，但是你知道吗？哇，很特别嘞，非常的酷。走过来旁边，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橡胶的 rim 205/55 R16的轮胎啦，是有一点厚。安瑟就是要用这种厚轮胎，因为它就是一个拿来做工的车，8个洞的啦。我现在用的是4x114.3，带有一点点藤原拓海 A186 的味道，相信前车主也是非常喜欢 A186， 所以他就改了这个橡胶16寸下去。看到这个吗？这边我就拔掉了啦。因为这边呢，它这个粘的不好，久了它这边翘上来，我怕会割到人所以我就拿掉。以前就流行这种东西，这个我相信它粘上去也有一段时间了的，也是有这种 plastic 的sun visor 窗口粘来做么呢？如果你开小小的窗，下雨的时候呢，那个雨水不会喷进去啦，所以是很好的东西，我很喜欢。后面这个就是装饰啦，我相信前车主也不喜欢后面有水槽，他喜欢干净净，所以他也拆掉后面的水槽，然后装这个有一点点像 aluminium 的东西上去装饰。当然这边也有一个 reverse camera，OK， 非常旧了的啦。其实后面exhaust 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原装。所以基本上我驾了这个车差不多2个月，在这边过 roadblock 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真的是非常原装，它是碰到彻底的。然后这一边可以看到隐约的蓝色，相信之前的颜色就是深蓝色啦。你看这个踏板，你就可以看到 rack 的踏板是比较大的，肯定是 auto 改去手牙啦。之前中间这一边它是有装一个他们讲叫航空母舰啦，在中间这边，但是被我拆下来了，很难看，因为它会遮挡掉我这个望后镜的视野啦。它装上去了这个望后镜它顶着还瞧不上，所以后来就拆掉。然后这个灯也是我过后在 Shopee 买一个10多块的装上去，不然的话你开车门里面完全是暗的啦，所以一定要装这个灯上去。唱机这个我相信是以前 Android 那一种200-300块的啦，现在就没有人用这样的唱机了。这个灯之前是蓝色的啦，然后灯 bulb 也是坏掉的，现在我已经弄好了，已经是白色的灯了。要换掉那个 meter 的灯就需要拆掉整个 dashboard 下来。
boost meter 在这边 private 的，我相信这个哦应该是正版的啦，因为正版的这种 boost meter 这种比较 old school 的，它就比较少不啊的东西啊，花样啊。你一开这个车啊，它会转一圈，但是好像有一点渣了啦。手牙，它这个牙柄呢就非常的长。等下我来解释啦，为什么还要装这个这么长的牙柄。这个中控台是这样子的咯啊，前车主就有粘一个东西在这边，但是这个手机支架是后来我们加装的，因为在 KL 开车一定要用 Waze， 没有 Waze 啊，真的是会迷路啦啊！当然我这边有装一个 A810， 没有行车记录器，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啦。我来到这边我就差一点点发生车祸，一定要装保护自己。台湾的朋友在之前的影片看到说，马来西亚的安瑟哦，就是台湾的Surf，它的这个 dashboard 不一样啦。我不知道你们的是怎样的，等下我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啦。如果这边有漂移的活动，我要一辆车，它能够帮我载东西啊。这边就有载了我的漂移用的轮胎，等下也是要去给我的一位朋友装，还有这个 Bendix 的 Dot for Brake 油啊，等下也是要给我的朋友装，还有 Brake 皮 Bendix 的。我 service 完黑油、牙油、S 油。brake 油还没有换过啦，还有 brake 皮，我用了这2个月，上一轮去槟城的时候，我发现到它的 brake 皮啊，好像有一点点 fat 啊。所以跑 highway 的时候发现到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要换掉 brake 皮跟 brake 油啊。安瑟就是这样子用的，我都不用心痛，因为这是二手车嘛，这个也是有点破掉的地方啊。不管它，这个车买到来到现在，其实我车里面都没有整理过啦，我就是买来就是这样子用，我里面 seat 都没有 seat 过，4个打压，4个 rim 装得进啦，绰有余。买到来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去贴了隔热膜，后面是100%黑，然后前面是50%啦。但是我发现到这个黑镜好像有一点点要褪色了。现在我就来开重点 ，OK， 给你们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初我看到那个照片我会要买它。我相信是前车主改了这个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要卖啦。Yes， 正如你们眼前所看见的，这个是一个 4AGE Turbo is the best。我现在还看不出这个是big pot 还是 small pot 啦，你知道吗？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吸引了，因为它这个 intake manifold 都已经是改过的了，我的 body 也是加大的了，然后它的水箱也是已经换过这种刹的了啦 ，coil on plug K20的。我们看到这种 4AGE 只要有这个东西，它就是有下电板了的啦，所以我一看到这个 engine 的时候，哇，我就想要马上买下来了啦。除了是换黑油之外，我就多加装了这个 air pipe， 因为之前它是从 turbo 那边直接吸那个空气进去啦。我是担心说它吸到肮脏、吸到沙，还有吸到热风，所以我就把它那个风导上来这个上面这一边，让它吸到冷空气。这个牙箱用这个 T50， 就是 A186的牙箱 5 speed， 为了要让你容易换牙，它就必须要买一个长长的棍上来啦。前车主肯定是年轻人，因为为什么？你打开它是红色的气，跟车外面是不一样的，two tone。还有我发现到它里面也是没有什么挖压啦，相信是有稍微收干净的啦。虽然这个 turbo 我不懂是什么 turbo， 感觉上比我的 Vios 的 turbo 还要小力，屁股 feel 应该差不多120匹这样子，没有什么力，0.58。Boost controller 都让一个自己 manual 调的啦，不会去动它了。车驾了差不多2个月，渐渐的就发现到它的问题，就是它有严重的油耗问题 ，AVS 的电板，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 setting 走掉还是什么，它 start 车的时候很难 start。以我的经验告诉我，它是正油，所以你 start 到了之后，它有很重的油味，因为它
很重油 ，air fuel 走掉，它的 response 很差。小turbo 你踩油缩油，它的 response 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就没有很好，需要去 tuning， 不然的话，一天我要花60块来打这一个车嘞，真的，run 95啦。第二个问题就是 power steering 啊 ，power steering 漏油，漏到蛮严重一下啦，差不多2个礼拜我就要添一点点的油。第三个问题，它的 exhaust manifold 就是它 turbo manifold 那边有一点点的热。尤其是跑长途，这个如果没有用一个板盖起来的话呢，我相信它会热坏我的 distributor， 因为 distributor 这边太靠近了，也发现 distributor 那边有漏一点点的黑油出来，要改一片板隔开来，不要让它弄坏其他的地方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 aircon 后面中间那边有一个可以开关 aircon 的啦，是会冷的，但是它开到一半，只要车稍微跳一点时，你就可以听到一个声音，风扇叶片磨到的声音啦。也不够冷。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车会热车，但是它不是一直热那一种啦。平常如果你一直在开它，它是不会热。到大塞车 ，OK， 你在车里面开着 aircon 的时候，它就会热啦。如果你没有开 aircon， 它就会降温。讲真的啦，除了上述那些问题之外这一辆安瑟其实是非常实用的车。上次我的岳父来，他们去槟城玩，我就可以叫到这个车，又载很多行李，就是开车上槟城啦。你懂？因为它又是旧车啊，所以我就可以无忧无虑，就不用考虑啊，就什么东西都丢上去，而且它是可以载去个人一辆 MPV 啊，你玩啊！现在我是想说，哎呀，把那个 tune 好先，因为这个电板是可以 tune 的 stand alone 来的。我相信 tune 好了之后 ，response 做到更好了，省油了，这个车就很好开了的。现在我就要去我的朋友那边换一下 brake 皮，我不知道是不是 brake 皮已经没有什么皮了啦，等下去 check 一下 ，OK。难刹车，可喜可贺的是，这个车它有救啦 ，SQV 那个 blow off valve 出名的就是制造噪音尖声。只要有救呢，就有 respect。如果你们要download我这个 Waze 的声音我会先去我的这个 IG 啦，你们去我的 Story 那边 download，OK？ 等嘞。进到那个 Smart Tunnel 的时候，我多么开心啊！因为那边我就特地脚窗下来听我的 SQV 的声音，啾，哇塞 ，Turbo is the best。如果没有 Turbo 啦，没有 Intercooler 啦，这个安瑟就没有机会在我的手上了。Tuning 如果没有 tune 我跟你讲，我一天真的是花60块打这个车油，30 liter 可以在一天用完，你相信吗？2J 的油耗，但是又没有 2J 的力。以后我要装一个水温表，能够看到那个水温的数字。它虽然有水温表，但是你看不到它的温度是多少。Bendix Brake Pad 让你有足够的信心刹车，它的刹车片设计适合所有驾驶，也耐用。Bendix 也拥有多款车子刹车片，直接安装，无需修改。今次使用的 Bendix Metal King Titanium Brake Pad 最高工作温度是摄氏450度，非常适合市区行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以下链接购买 Bendix 产品。Bendix, put your foot down with confidence. 哇塞！我来到这边呢，其实还是不习惯这边的天空，因为这边的天空是骗人的。7点半了，这个是6点半的天空。其实我也是要为我的这辆安瑟取一个名字了，因为你想一下，我的 Vios 就在蛋黄、红猪、山猪，这个我决定为它取一个名字啦，也是一个动物来的。其实这个动物呢，跟这个车息息相关，我就叫它
Loop 在印尼呢，这种车呢是叫 Kijang，Kijang 马来文就是路的意思啦。Service 了前面的 brake 皮，那个 brake 哦，果然是 feel 到比较结实了，但是后面就发现到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前面的 brake hole 哦，后面刚才有讲说已经裂了，已经是不好了。那个 brake 油啊，放下去也是浪费，因为我慢点换那个 brake hole 呢，也是要 blow 掉那个 brake 油啦，所以那个 brake 油我就没有 service 线。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打开 engine 盖给你们看哦，我 starter 线就在这一边，太靠近那个 turbo manifold。可以讲已经是在粘在 turbo manifold 这一边了，很危险。那个老板看了也是摇头，starter 的线会溶掉，有可能会引起着火。然后他们也发现到这个manifold 呢也太靠近 distributor， 改掉这个 manifold 的管，让它不要那么靠近 distributor。这样子 distributor 就没有这样容易被烧坏了。还有我的这个风扇。OK， 老板，刚才我有跟老板讲，老板，我的车会水滚。他检查了我的风扇，发现我的 clutch fan 呢也是松松的啊。正常的话它是硬的，你转它是硬的。刚才我转它是松松的。旧车就是这样了哈，蛮多问题的。最重点是我喜欢它，真的是舒服。所以这一次这个 review， 让大家看我这个Answer Loop的 engine 啊，你们喜欢吗？我也觉得很奇怪啦，因为毕竟这个这么大的车哦，通常人家是装可能 1J 这种大 engine 进去啦。当我看到这个车改上 4AGE 这么小力的引擎的时候，是觉得很新奇、很奇怪啊。提升它马力也是可以的，我只要换油嘴、换一个 turbo 就没有问题了啦。如果你们喜欢 4AGE， 在这两Answer 上面呢，记得要share这个影片，因为真的是一个奇怪宝宝啊！你怎么会有 4AGE 啊？我们下一集见。原来我的Answer真的是没有 brake 皮了，难怪我 highway 的时候会 brake 不到，然后我觉得那个 brake 突然间软掉，所以这个是旧的 brake 皮。已经是差不多几乎没有了。